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。哎呀，我今天腿好疼呀，揉一揉腿吧。昨天爬了中岳嵩山啊，全程徒步11公里，没有索道，直接把我2条腿都走废了。今天好好把腿放松一下。现在小腿这里啊，这肌肉全都是硬的，就这捏上去啊，都是一整块硬的。我以后再也不想爬山了，爬得我怀疑人生。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爬的那个中岳嵩山，从我这个窗户口看出去，就正好能看到。这个是河南的登封市啊，旁边就是中岳嵩山，非常高的一个山，山顶海拔1490多米啊。从这山下面爬上去，海拔拔高了1000米，1000米是啥概念呢？朋友们，大家想一下，城市里那个33层的楼房是100米。相当于把10个那个楼房摞在一起，让你往上爬，关键还得再走下来呢，等于打了个来回啊！你就这么的看这个山，都像旱地拔葱一样，突然之间拔高了，哎呀，爬的累死了。然后那个方向啊，就是少林寺，离这儿也不远。这个登封虽然是个小城市啊，但是它有2个世界级的景点呢。今天登封的天气大阴天，全是乌云。昨天吹了一晚上的风啊，晚上睡觉就听着这外面呼呼呼呼在那里吹风呢。然后今天呀，我又要开车回太原去了。为啥这么着急的回去呢？因为我这个牙套时间又到了，需要换牙套去了。就这个东西，很多人不知道这牙套是干啥用的啊，就是给牙齿整形的。你看我现在牙齿呢是牙缝太大，然后也不整齐，戴上这个以后就能给它整齐一点。因为我还掉了几颗牙呢嘛，本来是想补牙呢，那个牙医说你得先把这个牙弄整齐点才能补牙，所以那就先戴上这个牙套，要戴1年多时间呢，而且每隔1个月就要去那个医生那里换牙套，换新的牙套啊，这个旧的就松了，每换一个新的，这牙套就紧一点。就可能把这个牙缝就都给它弄齐了，所以我这次出来没多长时间就又要回去了。好吧，现在收拾东西开车回家。设置一下导航，看看到我们太原啊需要488公里呢，6个半小时，收费201块钱，就选这个线路吧，其他线路用时更长。开始导航。准备出发。今天登封好像有什么活动呢？很多的道路都封了。42分，长途开车。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心满了又空。明明我们也曾拥入怀抱之中，可最后只剩一句保重。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梦醒了。谁心之所动？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心满了又空。明明我们也曾拥入怀抱之中，可最后只剩一句保重。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梦醒了又空。离开你后的我，余生何去何从？再难对谁心之所动。回到太原了，收费站这里大排长龙。这是什么天气啊？这是，看这个天象。大家看这个路牌，上面写着太行第一路。什么样的路会被叫做第一路呢？带大家去见识一下啊！我现在在太行山里面呢，这个地方也是山西和河南的交界处啊。看看我对面那个山有多高，巍峨耸立的太行山啊！大家别眨眼，第一路就在这里呢。看一看啊，哇哦，看到没有？这条路啊，就像蛇一样盘在这个大山里面。看这个弯弯绕有多少？据说有18个拐啊，所以又叫做太行18拐。看，这有车在这上面走呢。
因为这个下面有一条河叫香木河，所以这条路也叫做香木河18拐。我也是刚从下面开上来呀，把车停好以后来这里拍照的。这个路特别短啊，回转的时候那个施展的空间都不太够。很多骑行爱好者啊喜欢来这里打卡，自驾游的人也喜欢来这里挑战一下。你看，它就位于这2座山的中间夹着呢。看，自驾游来到这儿的人都要停车看看这条路啊。这条路往上走的时候需要一口气开上来啊，中途停车的话容易熄火，尤其是那个手动挡的容易溜车呀。哇，能从这儿开上来的都是3年以上的老司机呀。这条路专治不服的老司机。又是摩托又是2个车交汇啊，你看都不好会车，反正比较窄啊，一定要注意一点。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了啊，太热闹了，有下的有上的，看怎么会车呢？太刺激了！我没 K， 我没 K， 啪里飘啪里飘。现在我要开车去别的地方了，路上呢会经过一段挂壁公路。太行山这一段啊有非常多的挂壁公路，最有名的是郭亮村的啊。我现在走的这一段是齐王寨挂壁公路，可以看到它就在悬崖边呢，左边就是悬崖，右边是山体，在这个山里面人工开凿出来的一条隧道公路啊。可以看到它这段路呢跟郭亮没法比啊，郭亮里面修的是又宽敞又明亮，它这个就比较原始，这里面的路也挺窄的，而且道路坑坑洼洼的啊，哇，这还有行人在里面走呢。这条隧道还是挺黑的，地上也比较泥泞，因为隧道里会往下滴水。大家好，给大家带来美景了啊！看我身后这个瀑布，哇，这后面是个村庄啊，这个被誉为挂在瀑布上的村庄。这里就是山西长治的红泥村，深藏在太行山的这个大山里啊。这个村庄因为这瀑布啊，都成了一个网红村了，好多人专程开车来这里看瀑布的。看这个水流，这个气势啊，还有这个落差。现在是雨季嘛，水量大，也可以走到这个瀑布下面近距离的观看啊。没想到这小村庄里面竟然还藏着这么漂亮的美景呢！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给了河南了，但是也给山西留了一点呀。看这个水再往下流，就流到河南去了啊。山西这里呢属于上游，看那个地方是有台阶的，就可以走下去。这里是游客很多的。看这个地方，这悬崖垂直的啊。幸好这里有栏杆的，不然我真不敢往这边上走。到村子里去看一看，山清水秀的村庄。这个叫红泥村啊，我老是把它叫成霓虹村。看这个小桥流水啊，就像来到了江南水乡。好多人在这河道里面玩呢，特别凉快，景色不错吧？我航拍一下吧。航拍看看这里的景色啊。陌生的朋友，你请听我讲，许多年前我也曾有过梦想，小伙伴在我也回到家乡，告诉你的遥和海旁，天气忽然不是泪是眼眶，它季节怀旧很曾的感伤。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，也有我与远南风雨摇晃。开车到河南的灵州了，在这边找了个地方住啊。房间看着还不错呀，装修也蛮好，
挺干净的啊。哎呀，我今天真是太能跑了，从河南开车去山西，现在又开回河南了。这是河南的灵州，离红旗渠很近的啊，旁边就是红旗渠景区了。我的车呢正好放在院子里，明天就去红旗渠啊，然后后天去那个太行山大峡谷，正好就把这一片都玩完了啊。真的，我这一天我都佩服自己，怎么这么能跑呢？车被撞了还开着到处跑，改天再去换那个前杠啊，现在没有时间。然后刚才呢叫了外卖了，炒了个鸡蛋，宫保鸡丁，然后米饭，吃饱了，现在又恢复活力了啊。这次没有去灵州市区，在这个边上找了个酒店，134这个房间，还不错吧？这2天一直在太行山这山里面转嘛，哎，有一个感触啊，就是哇，这出来游的人真多呀！不是说那个疫情以后大家都没有钱了吗？怎么那个景点呀，到处都是人，每个景点都是满满的，你去迟了以后车都没地方停了。而且我明天去这个太行大峡谷这个石板岩，这个也是大山里的小镇，天天堵车。哎呀，去玩的人特别多，正好现在又赶了个周末。哎呀，行吧。哎呀，先休息吧，明天再说出去玩的事吧。休息好了，有精神了再出去玩。好的，拜拜。我现在到著名的红旗渠景区了啊，世界第8大奇迹，人工天河呀。以前老在电视上新闻里看到啊，今天就实地去看看这个红旗渠是怎么回事啊。这里是游客中心，看一下门票多少钱啊？好多人排队买门票呢。这个可以网上买啊，不需要在这里排队的。现在门票80，里头有一个那个观光车20，所以正好是100块钱。检票进来了，前面呢就是纪念馆，还有风水闸。前面是个纪念碑。这个景区啊，很多这些团体过来参观的。这个红旗渠它就是一个引水工程，把山西那边的水引到河南灵州来，全长是70公里啊。这里就是分水闸，把那个总干渠引过来的水啊，在这里一分为2，流到灵州的各个村庄、各个乡镇去啊。其实上面还有个第3干渠呢，在前面500米的地方呢。这里能看到1干渠和2干渠，它们再往下还会分出来好多的支流，好多的这个细的支流啊。这里就是分开的地方，从这里往上，70公里啊，全都是这个总干渠。据说这个总干渠加上分干渠，就是把这些分出去的渠全都加起来呀，这个总里程是1500公里呢。这1500公里全都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啊！15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？北京开车到长沙正好1500公里啊，就是这么长。然后大家看，它这个水啊流得特别慢，是吧？几乎看不到它流动的，因为它特别的平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红旗渠全貌图，对着这个地图一看就知道它这个坡度为什么这么平缓了啊！这里是取水的那个水源地，在山西平顺县的那个大山里呢。从这里开始修渠啊，一路上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走呢，一共走了70公里。但是呢，从起点到终点的落差呢，只有14.7米。大家计算一下啊，70公里的路程，落差是14.7米，平均一下，每4.6公里才允许你有1米的落差，所以这个很难修的。修成以后就比较平缓啊，其中这个青年洞这一段是最难修的啊。我现在在的纪念馆这里，距青年洞还有20公里的路程呢，要自己开车过去。这里没有那个景交车啊，刚才买的20块钱的景交车是去了青年洞以后那里的景交车。现在到纪念馆看一下，了解一下为什么要修这个红旗渠呢？
先在地图上看一下林州处于全国的什么位置啊？它在河南、山西、河北的交界处呢，太行山山脚下这里。历史上这里就是干旱缺水啊，特别缺水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这里有记载呢，从明朝开始到49年这500多年间，这里发生过旱灾100多次，绝收30次。然后历史上呢还出现过很多次人相食的记录。人相食是啥意思？就是互相吃人嘛。因为缺水导致旱灾，导致那个粮食绝收，导致人相食啊，人吃人。哎，所以这地方就是特别的缺水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悲惨的故事，有一个新媳妇儿嫁到这家了，当地特别缺水嘛，这个老公公呢就出去挑水去了，排队一整天，天黑了才挑的一桶水回来。然后儿媳妇就去村口接他去了，接过来以后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了，把水都给洒了。儿媳妇特别的内疚，就上吊自杀了。然后这老汉一家呢也活不下去了，就出去逃荒去了。这真实记载的这个事啊，这不是我乱讲的，这牌子上写的呢。所以就是因为缺水，这个人都可以自杀的这种地步，大家能想象到那个缺水缺到什么程度吗？他们也打了很多口水井啊，但是这个水根本就不够用，人畜用水还要灌溉，不够用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下定决心要修一个水渠，从涿漳河里面引到林州来。从1960年开始修的啊，到1969年才修好，用了10年的时间，挖平了1250座山头啊。这边展示的是他们用过的这些工具，都是很原始的这些工具啊，因为当时也没有这些机械化设备。这个照片是当时修通了以后，通水庆典时候啊，这些旁边的人都在这观看呢，看着密密麻麻的人都是当地的群众啊，他们特别的兴奋，水渠终于修通了，结束了他们上千年干旱的历史啊。算是一个奇迹工程，所以当时的中国有2个奇迹，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，另一个是这个红旗渠，这2个都上了小学课本了啊。红旗渠精神，在这个景区只能看纪念馆还有分水闸，看不到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中的那个水渠啊。现在要自己开车到那个青年洞。那里就可以看到啊，而且那个青年洞是修建时候最难的一段啊。到了青年洞景区啦，要走一段这个红色的桥进景区。那下面是停车场啊，但是都停满了，所以大家都把车停在马路边了。现在是有多少人出来玩呢？停车场那么多车位都停满了。然后再看这边，也都停满了，大家都把车停在马路上。好，那边是检票进去坐观光车的地方。坐观光车，坐后面吧。下了车了，前面就是青年洞啊！哇，这上面人更多。看这个就是引过来的水啊，这里的水还挺宽的。也可以坐这个船进洞呢。这里李先念写的山碑，郭沫若写的那个青年洞3个字啊。这里都是团体在这拍照的。你看，可以坐船去洞里面游览的啊。这个洞全长是600多米，坐船的话一个人30块钱。这里为啥叫青年洞呢？因为这一段呢，当时是最难开凿的。所以就组织了300个青年在这里攻坚，用了1年5个月啊，终于把这里打通了。所以为了纪念嘛，改名叫青年洞。然后看这个岩石啊，这是石英砂岩，非常的坚硬，当时用锤子凿子一凿一凿的凿开的嘛，特别的难。但是这一段呢又是绕不开的啊，就是必须把它打通的这一段。你看这个水引出来还挺宽的。到那边再转一转。
这一段的水渠就是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啊，看那个后面的山多高呢，完全是在半空中飘的呢。你看这个地形，然后再看这个水流，确实是很平缓啊，看不出它是从哪边流向哪边，因为落差非常小，水的流速也是特别的缓慢。你看这个地上每隔一段有个这个东西，这写的王家庄，这是当时修水渠的时候给他们画的那个责任界碑啊，因为很多个村子会参与修这个，这就是归这个王家庄负责这一段啊。我就在这个河边走一走，感受一下红旗渠精神吧。什么是红旗渠精神？就是不畏艰险、迎难而上的精神啊！好了，红旗渠就参观到这里了。大家看完记得点个赞。世界第8大奇迹——人工天河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南阳，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曹操墓啊，看曹操高陵。哇，那个备受争议的曹操墓在这个地方被发现了啊！曹操是一代枭雄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都是曹操的诗句啊！去看看他埋葬的这个地方啊！曹操是距今1800多年的人物了啊，三国时期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他这个陵墓啊，在原址上修建的这个博物馆啊，这下面就是他的墓了。这个地方门票50块钱。这个是陵墓之前的神道，神道走到头就是墓道啊。现在这两边这么多坑啊，就是以前这里是立的柱子呢，经过千百年啊，那些柱子都没有了，光剩下这个地址了。神道两边啊，一般还有什么石像神、石人、石马都放在这两边。你看这里以前应该有那些房子之类的啊，这都是那些地基，都变成一个一个的坑了。为啥把地面上的这些建筑都毁掉了啊？是因为曹操他主张薄葬，他不要厚葬，要薄葬。曹丕下令啊，把这个地面上的建筑全都毁了，所以现在就剩下这些以前住着的那些地址了。看这些坑排列非常整齐，所以以前这里肯定是有房子的，后来给毁掉了嘛。大家快看，这就是曹操的墓啊！看这后面，这个叫墓道啊，是一个斜坡，那里有个门是墓门，墓门的后面就是埋葬曹操的那个墓室。它这个深度啊15米呢，这个墓道长39.5米。墓道的作用就是挖墓的人嘛，还有送葬的那个队伍要从这里抬着棺材走下去啊。这个宽度是9.8米啊，这个地方是真正埋葬曹操的地方，但现在出于文物保护的需求吧，并没有开放啊。但是他在旁边做了一个1:1的那个假的墓室，可以去参观一下。这个真的墓室就保护起来了啊，不让游客进去看的，只能在这外面这样看一看。这个就是1:1仿制的那个墓室啊。走进去参观一下。哎呀，通过这个墓道啊，咱们就进入墓室了。这墓道39.5米嘛，还是挺长的。哇，走到这下面好凉快呀！这个假的做的也是太像了吧？哇，这里就是墓门哎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墓门。刚才在远处看着这墓门特别小啊，现在到了跟前。这还挺大的，这墓门。从这儿就进了墓室了啊，朋友们。哎呀，到这里面看看吧。左边一个小房间，这边有一个小房间，正中间走进去还有一个后室，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个小房间，这里也有一个小房间。它这个墓就是对称的啊，从这个通道开始左右对称。左右各有2间房嘛，等于是4室1厅。在这个后面的侧室里面，这里发现一个棺材，对面有一个棺材。曹操的棺材呢放在这个正中间的客厅里面啊。这里面一共是3具尸体，
那个一男两女，男的嘛肯定就是曹操，两个女的呢身份还不确定啊，有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妃子之类的啊。看看这个房间是最小的，这个是最小的。他这个墓是薄葬嘛，不是厚葬，没有发现什么金银珠宝啊。然后看一下它这个底儿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尖底儿的，圆锥形的啊。这里还发现盗洞，有人盗过他的这个墓啊，你看有2个洞呢。然后它这里面本来就是薄葬，没有什么金银珠宝，还被人盗过，所以就把之前的全都拿走了啊。后来在这里面发现了很多铁器、陶器这些兵器之类的，金银珠宝都被拿走了。曹操生前呀，就盗了很多人的墓，结果他死后呢，也被别人盗了墓了。怎么样确定这个墓就是曹操的墓呢？一会儿带大家看一下，有证据的。因为历史上有72遗种的说法嘛，就是说曹操死了以后，怕别人盗他的墓呢，所以做了72个假墓啊，就是真真假假，让别人难以分辨。走吧，这个墓就参观到这里了。怎么样确定这个是曹操的墓啊？证据在这里呢。这是墓里面出土的那个玉圭，这上面写的字呢，大家能不能看到写的啥？魏武王常所用革虎大刀，这个是写的短矛。魏武王嘛，就是曹操了。但是历史上被称作魏武王的一共有3个人，用排除法把另外2个排除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曹操嘛。曹操是魏蜀吴，他是魏嘛，死了以后被尊称为那个魏武王。然后还出土了那个曹操用的枕头啊，他不是晚年以后有那个头疼病嘛，请华佗给他医治，华佗要给他拿刀子把脑袋劈开嘛，他不相信，所以把华佗就杀了嘛。这就是他当时用过的石头的枕头啊。他每次头风病发作的时候啊，就把这个石头加热放在脖子后面，然后就缓解他的那个头风病嘛。怎么证明这就是曹操睡过的那个枕头呢？因为它下面也有字的，你看那个镜子反射过来，它下面刻字的呢，就刻的魏武王常所用魏相石，和历史记载一样啊，所以这就是曹操睡过的枕头。哇，就直观的呈现在我的面前呀。这边是出土的玉璧、玉圭。然后这些石牌，这最珍贵的就是这石牌，因为它上面都刻字的呢，就是通过这些字才确定的这是曹操的墓啊。这个出土了很多刻字的石牌呢，不是1、2个啊，还出土了这些骨头，还有铜镜，还有水晶珠。哇，1800年前就有这个水晶的珠子了。那里还有一个铜印，这个是虎雕。看这个台子上有一个金纽扣，金灿灿的啊，这是难得的出土的一个黄金的东西啊。这前面有个放大镜，通过这放大镜看看这个金纽扣。然后下面这是玛瑙柄，这里还有一个龙首的铜带钩，也是通过这个放大镜看一下。他是龙头的那个样子啊，他并没有当过皇帝啊，但是他已经用了这个龙首的这个图案了，这就是系裤带的那个钩子啊。曹操一生都没有当皇帝啊，是他死了以后，他儿子曹丕当的皇帝，他儿子追封他为魏武王。你看他的墓里面金银器出土非常少，才23件。玉器啊，120多件，最多的是铁器3000多件，主要是兵器比较多啊，还有铠甲，这就3000多件的，还有铜器、瓷器、陶器，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，所以它没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在里面。曹操不光是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还是有名的文学家呀，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诗。
这个画画的就是关沧海那首诗啊。曹操站在这个悬崖边，看着波涛汹涌的大海，写的这首诗：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，水河潺潺，山岛竦峙。曹操的高陵参观完了，他这个墓被发现啊，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。1800年间，没有人发现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这个墓啊，没有墓堆，就是上面那个封土堆他没有的，也没有墓碑，而且他儿子曹丕啊，下令把这些墓跟前的那些建筑全都毁掉了嘛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平的，是块大平地，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，所以不容易被人发现啊。这就跟那个成吉思汗的那个很像啊。成吉思汗死了以后，找了一个母马和一个小马，让他们呢拉着这个马车，带着他的尸体在草原上跑。什么时候那个绳子断了，就把他埋在那个地方啊，然后当着母马的面把那个小马杀掉，然后母马就能记到这个地方，其他人都记不住的啊。所以等那个母马也死了的时候，那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能知道成吉思汗埋在哪里了，跟这个是一样的啊。最后是一个曹操的雕像，策马扬鞭，意气风发呀。这下面写的魏武扬鞭。好，这就是曹操墓的情况啊。大家看完点个赞，拜拜。我现在到邯郸了，朋友们，邯郸火车站啊，来这里接个人，一会儿小生就过来了啊。我先开车呢，停到这个路边等他的。他坐火车一会儿从这儿出来。哎呀，这地方好挤呀，停车很不好找位置啊。那里面停满了，只能停在这路边啊。反正他一会儿就从里面出来了嘛，就在这临时停一下吧。走错了，小生的火车是到邯郸东站的，我给到这个站来接他了。从这儿到东站要半个小时。我和他约个餐厅吧，我们去餐厅吃个饭。现在中午了，还饿肚子的呢，去餐厅见面也可以啊。这条路好美呀，看两边这个大树啊，这林荫大道，请保持又凉快，景色也好。右侧两车道。小森过来了啊。Hello。那个这次拿的行李箱好像挺小的啊，一个小包，还有个书包。上次那个大箱子没拿呀？没拿。我们正好中午来吃个饭啊，一个酸汤鱼，一个青菜，包子，这个很少见啊，这个是疙瘩汤，南方不吃这个的，南方不喝这个疙瘩汤的，但是很好喝。这全是我爱吃的菜啊。因为我不挑食，大家老师点啥我就吃啥。以素为主啊，你看肉的只有一个鱼。我告诉你，先舀点这个汤喝吧，这个汤可好喝了。酸酸这是甜甜的。对酸酸甜甜的，也是素的。你们老家有吗？我们家也有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们去这附近的公园转一转。快吃呀！好。我先吃个这个鱼。包子也是素的啊。我估计跟着我天天吃素。可以。吃完了，光盘行动啊，全部搞定。我可能又吃多了。小生要戴上袖套，我先推上你的行李走啊。吃完饭了，我们去这个邯郸最有名的丛台公园转一下，这里面有很多历史典故的啊。走吧，秦始皇就是出生在这里的啊。然后这个邯郸呀，它是中国历史上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啊。你看，包括西安都改过名字。这个地方是很有历史底蕴的，从这儿进去。这里面有2个景点比较有名，一个是武陵丛台，另一个呢是秦始皇出生地啊。走，咱先去秦始皇出生地看看。好的。这边，哎，这里还有婚姻登记处呢，你看，婚姻登记处怎么跑公园里头了？赵老师，你的婚姻登记证已经拍好了。走到这个秦始皇出生地里面去转一下。秦始皇是陕西那边的人啊，但是他出生在
河北的邯郸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你看，这就是他出生的这个院子啊。他为啥会出生在这里啊？因为他爸呢，当时在赵国当人质呢，就是质子。这是养马的那个马厩啊。小申解释一下什么是质子。质子就是说那个，就是人质。对，两个国家交换自己的儿子到别的国家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打仗了。就是赵国把他家的儿子放到秦国，秦国把他儿子送到赵国，互相作为人质啊。所以他爸在赵国当人质的时候生下了他，所以他一出生就在赵国呢，在赵国长到8岁才离开这里的。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啊，环境还挺好的。这就是肯定是修复过的啊，不是原样的。当时他一出生啊，是随他妈姓的，他妈姓赵嘛，他叫赵正。后来他回了秦国以后，才改回来他自己的姓，就叫嬴政了。为啥他要跟他妈姓呢？因为，当时赵国人特别恨秦国人啊，因为秦国长平之战刚坑杀了赵国20万人，所以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。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反感，他就姓赵啊。就是假装是赵国人。我看电视里面经常有人欺负他。说一下秦始皇是怎么样登上王位的啊？首先是他爸登上王位，传给他的。他爸叫做嬴异人，当时不是在这边做人质嘛，就认识了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啊。他爸呢特别好色，喜欢上吕不韦下面的一个妾室了。然后吕不韦就把这个妾室赵姬送给他了啊，俩人好上以后就生下了这个秦始皇嘛。后来吕不韦帮助他爸回到陕西，登上秦国王位啊。然后呢，他爸又把秦始皇接回去，等他13岁的时候就把位置传给他了。但是他登基的时候年龄很小嘛，当时的大权呢落在这个吕不韦宰相的手里了啊。但是吕不韦和他妈这个赵姬呢，俩人可能有一些暧昧关系啊，所以经常在皇宫里就说不清的这些关系，搞得这个秦始皇特别无奈。也有传闻说啊，说这个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什么的啊。野史上都是。野史上对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具体不确定吧。看完秦始皇出生地，现在到武陵重台看一下，就是后面这个高高的台子啊，这也是有故事有典故的。咱们边走边说啊。有很多成语跟这邯郸有关的啊，负荆请罪、纸上谈兵，还有什么？你说2个。完璧归赵，还有毛遂自荐。对，像我一样。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邯郸学步啊，这些成语都是跟这里有关的。这个就是重台了啊，在它的旁边有一个500年的大槐树，到现在还是枝繁叶茂的。走上这个台子看一看，这个台子是赵武灵王操练兵马用的啊。我们上去操练一下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成语听过吧？他就是改革他的军队，后来就越来越强大了嘛。他们本来穿的那些衣服特别宽大，不适于骑马这种作战。他们学胡人啊，都穿上这种短衣短裤，在马背上就是打仗更厉害了。后来灭了很多小国。对，后来灭了很多小国，成了战国七雄了嘛。这就是当时那个赵武灵王在这里修了个台子，站在这台子上啊，看那个下面，看他的军队在下面操练。然后呢，也有歌舞表演啊，这是2个作用。这个亭子里面就有赵武灵王的雕像啊，看一下，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啊。大家看，他的出生日期是公元前340年啊，距现在啊已经2300年了，他比秦始皇的历史还要早啊。就是因为他，赵国才成为战国七雄啊，最后被秦始皇一统天下了。他修这个重台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要在这里操练兵马。看现在这里景色还挺好的哈，看这园子里环境挺好的吧，
以前这些皇帝选的地方啊，都是好地方，就很休闲，又有这个池塘、假山、亭台楼榭，岸边都是柳树。在外面玩了一天，现在回到房间休息了。这是我在邯郸住的第1个晚上啊，住在火车站附近，找的这个房间不错吧？99块钱啊，朋友们，我没想到邯郸这边住宿还挺便宜的，也是连锁的啊，2个床的比1个床的便宜。看一下啊，那个火车站啊，就在我对面呢，就是离得这么近啊。看看邯郸的夜景。另外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邯郸这边停车非常的方便。你看我的车停在这个楼底下，免费的，这么多停车位置啊，居然是免费的，居然就在火车站对面。而且这个车站里面停车也很便宜的，前2个小时免费，停24小时一整天才收11块钱。这在我走了全国这么多城市来说，还是挺少见的啊。另外就是住宿的酒店价格也便宜啊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就开启我在河北境内的旅行了啊。小生住在另外的房间，今天好好休息。明天呢，我们要去那个广武古城了，去看看那个古城。然后我感觉河北的南边没什么好转的啊，景点比较少。大部分景点都集中在北边，比如说张家口啦、秦皇岛啦，还是保定啊。这个南边确实转的地方比较少。好，明天见吧，拜拜。